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最近不是有中国留学生在英国伦敦把街头一面墙的涂鸦都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些后续的发展，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叫一雀啊，网名叫一雀的这位中国留学生啊，他在网上发了他跟他母亲的对话。我看到了也很有意思。实际上在这个对话当中，他的母亲是对他有多加批评的。我们看一下他妈妈怎么骂这位中国的小粉红。他妈妈说，我们太宠你了，辞职就辞职，出国就出国，在杭州2年，你自己想想发生了多少事儿我这边补充一句，这多少事儿里面包括他曾经因为偷别人的手撕鸭跟西瓜汁偷外卖而被行政拘留过。好，回到正文，他说，不吃小亏的人以后会吃大亏，你接下去也要为我们晚年的健康生活想想。我们盼着你毕业早点找到工作，别心太高。我实话告诉你，这一年我和你爸没出去旅游过，不是省钱，而是考虑我们的安全。你现在没成家，万一有啥事儿你怎么办？贷款怎么办？他说，这2天我们2个没吃好没睡好，今天好点了，但愿雨过能天晴。3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喜欢发朋友圈，你怕别人不知道你在伦敦呢？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安静点吧。然后他妈妈还说，把这件事快点平息了，不然会出大事的。你爸单位都要影响的，什么都不用发了，求你了。你不用解释了，本来朋友圈很多人不知道的，现在都知道了。中英外交本来就不怎么样，再继续下去会出大事的。那个24个东西删了没？这里边24个东西就指的是那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应该是这个涂鸦之后拍了照发了朋友圈啊。他妈妈问你有没有把这个删掉啊？把这个核心价值观说成是24个东西。原来他妈妈不是粉红，原来是个反贼啊。然后他向他妈妈道歉，说我知道了，你们保护好自己，对不起。他妈妈回复说，你也一样，千万要平息这件事情，人言可畏。然后他还告诉他妈，让他妈妈说好好藏好，不要受到伤害，也不要去看了。他妈说，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友善低调一点，早点工作，减轻我们的压力。你马上30岁了，让我们过平静生活，不求富贵，只求安心。他劝他父母说，别人家微信别通过，别听别人乱说。他妈回复说，我们都很好，很多人不知道，你以后朋友圈什么都不要发，别张扬，别骚。现在网络发达，事情可大可小，你从此以后做什么事儿都要深思熟虑，要为自己行为负责。你早点找到工作，安心下来。你不是19岁玩不起了，人家上班工龄都6年了。本来杭州拘留的事情没人知道的，现在都挖出来了，你可怜可怜我们吧。然后他爸说了一句，上百个要求加好友，然后各种骂我。他劝他父母什么都不要添加。其实如果让我做一个最简单的评论，我就觉得5个字，爱国的代价。就是在一个冷战时代，你爱一个党国，爱一个世界公敌，这就是你的代价。就像2战的时候，你在这个别的国家去贴上纳粹的口号一样，就是这样的结果。他们可能觉得不至于吧，没到那个程度嘛，确实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方向，但是性质基本上是一样的。未来还有人这样做的话，下场就跟那个纳粹分子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他父母已经看清楚了中英关系这么差，你现在还在海外去宣扬中国的那套意识形态，这不是找死吗？对吧？现在不仅连累自己，还要连累自己的家人。所以说你看他父母都已经看清楚了，而且讲得非常的诚恳和朴素，就是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关心，对全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生活的期待。他们只是想做一个小国寡民，只是想安安稳稳的生活，但是没想到自己的儿子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什么伟大复兴洗脑了，到了海外却这么高调，真的自以为自己了不起，真的自以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真的以为自己腰杆硬了，民族复兴了，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显示自己的战狼本色。但是残酷的现实会让他的无知付出代价。现在他全家的遭遇就是最好的答案。当然我并不是完全赞同对他全家的网暴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其实你可以有各种的解读。特别有意思的是，即使在中国，很多的这些极端的粉红五毛也在骂他们，甚至说他们是高级红低级黑。
比方有一个叫孤烟木蝉的知名大五毛，他就做的节目痛骂伊阙这群中国留学生。他说，要么就是你们心里有鬼，你们根本就不是奔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的，是因为你们的目的本身就是要低级红高级黑。说穿了，你们这帮跑去布里克巷，也就是你们觉得自己伪装成了一群小粉红，所以更好浑水摸鱼带节奏而已。你们还真以为你们自己装成小粉红了，像我们这种共产党员就不会怀疑你们了？我现在明着告诉你们，不可能。你们那点阴阳怪气的本事，在我们的面前连个屁都不算。别以为把自己涂成粉红色，我们就闻不出你们身上那股直人的腐烂气息了。遮不住的，屁股总要烂掉的，穿什么颜色的底裤也白搭。你穿红裤衩，我们也照踹不误。看到没有？这说的可比我们这些人骂他们骂得更狠了。这是出自中国的爱国五毛粉红。看到没有？这些小粉红真的是，为什么说他无知呢？就是他做出这个结果，他没有想到后果。这个后果是他两边不讨好，你哪怕沾一边也行，对吧？结果他现在两边不讨好。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就是并不是这些五毛粉红真的认为这些中国留学生是反贼，是假装小粉红，并不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最后变风向了，爱国墙变成这个辱华墙、反共墙，对吧？因为这个结果变成了一个负面的效果，所以说这些人成了罪人。在这种情况下，五毛粉红才去攻击他们的。OK， 他们并不是什么反贼装成五毛的，他们只不过是想哗众取宠。他们可是都是一群学艺术的学生，对吧？觉得这是艺术的表达。再加上他们从小又被共产党的那个一套这个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影响洗脑，他们觉得这是把自己的爱国情怀跟自己的艺术感结合在一起，说白了就是装逼。但是对政治、对经济、对文化、对历史几乎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结果搞得自己这么被动，两边不讨好，两边不是人，甚至跟他们政治立场跟意识形态一样的五毛粉红也在攻击他们，他们家人也不理解他们，在海外他们又变得臭名昭著，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奉劝这些人看看我们公子视频的节目，多学习多思考，就不会干出这种蠢到家的事儿了。那么最后再说一下这堵墙，他们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二次创作之后，这堵墙成为了所有热爱自由民主的人士的打卡圣地。然后当然因为这个地方的所有的涂鸦都会定期清理，然后就全部被清除了。被清除之后，大家又开始了第三次创作。有人写了很多在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日期，说人对抗集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然后还有人做了新的创作，代表了白纸革命的斗争精神。然后甚至还有女权主义者也上面写了口号，说父权不止，集权不止。然后香港人也在上面写了光荣归香港，香港不能不明白，支持香港，支持西藏。主导一开始涂鸦的这个留学生伊阙，他还发了一个长篇的声明来解释他的这些做法和后续遭到的所谓的迫害。他说现在他面对了两股极端思想对他的迫害。什么叫两股极端思想？一个就是非常爱国的孤烟木蝉为代表的网络爱国大 V， 另外一边就是反贼们，就是反共者。这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啊，一个是代表专制，一个代表自由。然后他说这都是对他的迫害。那你什么意思呢？你到底是站自由这边还是在专制这边呢？然后他说我自己没有政治立场。这时候你又没有政治立场了，你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公开的社交媒体上说自己爱国，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发现自己受到两边夹击之后，然后现在又说自己没有政治立场，意思是说都别打我，我是无辜的。但是他后面又说我很爱我的国家。你爱一个一党专制的党国，你不就等于站在了专制这一边吗？然后还说自己相信马克思主义。然后他又说虽然我爱国，但是不代表我没有权利对它进行一定的反思性批判。这个时候你就想起我现在反思了，现在又批判了。我看他的声明很明显是马后炮，你在开始做的事情怎么没有解释清楚你做这个事情的动机，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呢？对吧？你做完之后遭到了两面夹击，现在你开始解释，不好意思，已经没有用了。然后他的最后一段话说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说了3遍。可是你现在已经得罪了爱国者和恨国者，请问谁会帮助你？但是我总是相信每个人都值得2次机会，所以说现在他们应该通过这个事情
领悟到了政治的险恶，领悟到了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承担后果的我也是过来人，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们一点成熟、长大、学习的机会对他们的网暴应该适可而止，没有必要上升到人身安全的威胁，甚至把矛头指向他们的父母。我作为一个曾经生在红旗下，拿着5星红旗上天安门的半个小粉红甚至我还参加过海外的反对藏独的游行示威活动这都是我的黑历史所以我非常了解这些粉红的心路历程，他们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其实我后面还准备讲一段，就是关于海外的爱党爱国小粉红的个人历程、思维模式，他们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因为现在我嗓子还没有完全好每说几句话就要咳嗽就要打断，所以这期节目的后半段我以后再找机会跟大家聊。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这期节目就比较简短，就先到这儿，谢谢大家，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